新架一路三换掌，接上式抱头推山。三换掌，松合右胯，左手逆缠，右手顺缠，两手抱拳，身法右转，蓄力相合，重心还在右腿，左转腰，推右掌发力，左手顺势横掌合于胸前。好，顺势右手顺缠，左手逆缠，身法右转，右转腰推左掌发力，右手合于肋间。好，两手放松，双逆缠下按掌，重心微向左移，胸腰折叠，两手双顺缠翻掌，顺势向上相合压腕，同时顿脚发力。好，放松，背面抱头推山，接三换掌。好，一抱球蓄力，身法右转，右手合腰间发力。二右转腰推左掌。三下沉，重心微左移，胸腰折叠，顿脚发力。双手翻腕外碰。好，收势。来，连贯动作，连贯动作，抱球，蓄力，发力。好，背后演示，连贯动作，三换掌，抱球，发力。好，收势。好，同学们，抱头推山衔接三换掌呢，它是一个连贯性发力的动作。在我们蓄力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掌握以下几个技巧。首先，第一点，很多同学在练习三换掌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腰裆的螺旋在发力的过程当中不清晰，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手在推，然后身体的运动却是跟不上自己的手。而且现在三换掌的外形有很多，给大家去演示几个。第一种呢，就是咱们在视频当中教大家的，先抱球蓄力，然后连续的左右转腰，再加上胸腰折叠的一个劲力的三段变化。还有一种呢，就是没有胸腰折叠，而是先蓄自己的左手，将右手顺势外蓬，然后进行左手的右转腰推掌，然后顺势翻掌，来形成一个腰裆左右瞬间弹抖的一个，推完左掌转换，直接形成一个翻碗的造型。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变化，来跟大家完整的演示一下。第一种抱球1、2、3这样的一个劲儿。第二种是这样的，好，先蓄力推右掌，左手合于身前中线，然后先推左掌，顺势转换翻掌。这两个动作呢，都是现在流传最多的一个三换掌的外形变化，大家练哪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唯一一个就是胸腰折叠是否存在于这个动作当中。所以呢，咱的视频当中教大家的是一个完整的，既有左右螺旋的，又有胸腰折叠劲力的变化的一个3个动作。所以大家回顾一下，咱们以前讲课的时候跟大家说，想要去发好力，那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蓄力和发力这2个过程。什么是蓄？就是预备将力量向外发放的一个前提。所以在这儿我们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从哪开始蓄。想发右手，我们身体的左右螺旋，大家可以看到身体往左转，右肩向前，左肩向后，右转，右肩向后，左肩向前。所以我们中线的螺旋呢，控制着手的前后运动。所以第一下发力，我们蓄力一定是先以右胯相合来进行螺旋下沉。这个时候咱们想一想基本功，右胯在相合的过程里面，想要把这个劲儿发好，你跪左膝这个劲儿还有没有了？肯定是没有了，对不对？因为咱发推右掌的力的时候，身法是左转的，
咱想想拳里头哪个动作最像推右掌发力？没错，青龙出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蓄完右胯以后，你的左腿一定要记住，右胯相合，不要归左膝，而是要让左胯正确的上下折叠，这样子左脚脚后跟内侧是不是有蹬劲儿了？哎，下沉的过程当中，左脚内侧的劲能够合到左腿上，所以蓄力相合，右胯相合的同时，左胯上下折叠，身法微向右转。当我们左转的时候，左脚就能顺势蹬上劲儿，把右手推出去。所以第一下的发力要学会和右胯蓄力，重心没有向左走，它像青龙出水一样，让我们的当胯产生折叠的上下相合，让自己的脚产生劲力的一个蓄力相合。所以这是第一个动作的蓄劲儿。那么第二个动作的蓄劲儿呢，更简单了。当我们顺势右转完以后，我们的身法发完右侧的力，顺势是不是朝左转了？所以左转以后，你左腿的劲儿也是正好的螺旋和右胯形成平衡的中正相合，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只需要顺势的再次以腰为轴把咱们的左手在意识挂在咱的小腹小田田上，顺势向右转腰，直接推左掌就可以了。两手之间的变化非常简单，推右掌右逆左顺，推左掌左逆右顺，两手相互交替的随中线的左右螺旋来进行顺逆缠的推拉变化。记住，想把劲儿发出来，光有一个手的推掌行不行？不行，得有什么？得有对拉。所以推右掌的时候，一定要想着右手在推出去的一瞬间，胯有劲儿了，脚有劲儿了，手上对拉劲儿也要出来，这个时候才能出现这个劲，然后让两边同时都产生蓄力相合，劲儿就出来了。只要你的左手这个瞬间有了一个小对拉，那么你对拉这一瞬间，你就有什么？就有想把左手弹回来的这个欲望和冲动。如果说我们光去推右手，左手只是很放松的拉到这儿，你想再推左掌，左手出来的速度很慢。但是有了对拉，这就相当于有什么了？皮筋儿。所以推右掌，左手顺势找到对拉打肘的感觉，瞬间左手就能向外去出。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呀，两手的交替发力是最简单的，但又是最容易发不出来劲儿的一个过程。他们中间缺了个什么？就是你在发力的时候，两手的交替间有没有产生对拉的这个意识？胸背之间的这个韧带有没有在发力的一瞬间给它拉开？有拉开，那就一定有什么？皮筋拉开的一瞬间有什么？有回弹，对不对？所以有了这个拉劲儿，那么回弹的这个力自然就出来了。所以要把这个地方记住啊，对拉之间要回弹。当我们发完这两个手以后，最后一个发力是最难的，就是胸腰折叠这个力呢，咱们在老架里面、新架里面经常去讲，涌动的时候怎么去把这个劲儿出来。其实这个动作在咱们三换掌的时候，在肘底看拳的那个三换掌，咱就讲过了。两手它和那个地方的变式是一样的，都是发完力以后先衔接了一个放松下沉。你看推完左掌，两手是不是又回到类似于咱那个肘底看拳一样啊？三换掌，先抱球，然后踏踏，又是个这样的一个手型。见到这样的手型了，不要慌，就接下沉，两手顺势往下一按。咱们可以先用啥？咱们可以先用咱的这个胸腰折叠来把这个手翻玩，给它形成一个身体的带动。先去把这个劲儿给它练熟了。包括咱们前面青龙出水的那种劲儿，咱们不都是跟大家讲过吗？不管是胸腰折叠，还是咱们说的身法的左右回弹，都要先把这个劲儿先练熟，随后带动步伐。很简单，当你想往前正脚合腿的时候，这个腿是怎么用的劲儿？蹬上咱的左腿，让胸腰折叠的劲儿放大，然后把自己的胯微向内收，合腹，腰裆瞬间合一下，
看到没有？合一下，把肚子往里去合，蹬左腿，收肚子，呼气，是不是一下这个步子就出来了？这个劲儿怎么出来的？是不是收肚子这一下把腿带起来的？所以我们为啥有的同学说，老师我这种臀部的这种滑铲，不是滑铲，臀部的这种滑步的震脚，我做不出来。其实大家想过没有？你在蹬地的一瞬间，你肚子真正合上劲儿了没有？没有。所以你不管怎么蹬，你的这个脚都没有一个主动向里相合，并且向下松沉的这个欲望和过程。差在哪了？肚子。所以我们在这个瞬间一定要记住，蹬腿引出胸腰折叠的这个瞬间，一定要在胸腰折叠涌上来腰腹和尾闾的时候，把肚子上用咱的呼气产生一种合劲儿，合住它，然后把脚顺势往下去震脚下沉，这才能产生这个臀部震脚的动作。而且当你蹬起来以后，你这个胸腰折叠的力一旦带出来，它是很大的，所以它会蹬着你往前去送这个劲，才会形成我们最后的这个身法，领着手往下去合的这个劲儿。那最后这个手型手势啊，它是一个大指上翘，四指折叠虎口，顺势向里相合的一个手型，像一个小鸭子的嘴巴一样。这个手呢，其实就是一个折腕的动作，拿住对方的手腕，往下往后一带，顺势一个折叠，把它翻过去，一下人就给它扣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为啥很多同学说，老师为啥要翘大拇指？这大拇哥一翘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拿腕嘛，对吧？拿住两个手拿住对方的腕，用劲向下去折叠，大指往下去相合去摁，形成了这种你看以折叠的方式往下去合去摁。所以整个动作的发力是非常干脆的，连贯性又强，然后最后折叠劲儿又整，它是一个非常干脆的3段的连续发力。那么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想让两手连续发力快，对拉不能少；想要折腕中线的螺旋更干脆，那腿上蹬劲儿和腰腹的合劲儿更不能少，才能形成这样连贯式的3段发力。这需要大家课下多去练，细节就是这么多，但是需要大家下很大的功夫才能把它连贯性的弄起来啊！可不是说买了课你就会了，得练啊。